想象一下哦，如果我们身边的建筑物不再只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而是可以感知、思考，甚至预测未来的活的建筑。听起来很科幻。对啊，但这可能就是正在发生的转变哦。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这个话题，一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跟环境互动方式的新技术。没错，我们这次要看的焦点呢，是一种叫做 VBIM 的技术。VBIM？ 对，视觉化建筑资讯模型。我们参考了几份蛮深入的策略报告，他们就在谈 VBIM 怎么从一个主要用在盖房子设计施工的工具，进化成一个潜力非常大的数位控制中心。数位控制中心，而且听说它的影响力还跨出建筑业了耶。对，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它开始延伸到像医院啦、零售商店这些，感觉很不一样的领域。好，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要帮大家拆解一下 VBIM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不只用在盖房子，还有它在智慧医疗和智慧零售这两个变化很快的领域扮演了什么关键角色，会带来什么改变。好啊，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谈。很多人可能听过 BIM。建筑资讯模型的，这个比较常听到。对，可以想成是建筑的数位蓝图嘛。但 VBIM 更厉害，它把这个静态的蓝图变成一个动态的数位传声。动态数位传声 （Digital Twin） 这个词听起来，真的很有未来感哎。可以讲得更白话一点吗？好，我们想象一下哦，传统 BIM 可能像是一张印出来的城市地图，就是标出路啊、房子啊。但它是静态的。对。那 VBIM 就像是你手机里的那个即时导航系统。Google Maps 那种。对，类似那样。它不只有地图，还会显示现在哪里塞车，天气怎么样，哪里有事故，甚至可以预测下个路口可能会堵。VBIM 就是为了一整栋大楼，甚至是一个园区打造的这种即时动态系统。哇，所以它的核心能力是整合各种建筑物内部的即时资讯。正是如此。报告里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叫做单一玻璃界面 （Single Pane of Glass）。单一玻璃界面，意思就是说 VBIM 这个平台可以把大楼里各种不同的感测器，像温度、湿度、人流的感测器，还有监视摄影机、能源管理系统，甚至门禁卡的数据，全部拉进来，整合在一个统一的视觉化的 3D 互动界面。你不用再开好几个不同的软体去看不同的数据了。这样管理起来一定方便很多。但这种整合能力除了方便，还有更深层的价值吗？这就是它跟传统的那个建筑管理系统BMS 不一样的地方。VBIM 不只是被动地把数据秀给你看，那它能做什么？它可以主动去分析，甚至去控制。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有几个很重要的应用方向。第一个是精准的能源效能评估跟智慧节能。智慧节能。对，平台可以马上分析整栋楼的用电状况，哪里用得多，哪里可能浪费了，然后自动去调整冷气温度、开关灯，做到很精准的节能。报告里有实际例子吗？听起来省很多耶。有哦，有个例子提到像 IKEA 这种大型零售商。IKEA。他们用类似的数位轮声技术去管理超过6000台的冷气空调系统 HVAC， 结果成功省下大概30% 的能源消耗。哇，30%，这对大型场地来说差很多耶。没错，潜力非常大。那除了省电还有吗？当然，还可以一直监测室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这些，确保里面的环境是舒服健康的。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叫做预测性维护跟模拟。预测性维护。对，就是用 AI 去分析像冷气主机、电力系统这些重要设备过去的运作数据，然后预测说，这个设备可能什么时候需要维修了，甚至快要坏掉了。所以可以在坏掉之前就知道。对啊，这样就可以提早处理，避免突然坏掉造成营运中断，那个损失很大的。
哦，这真的很实用诶。还有哦，如果想做一些改善，比方说调整空调送风的方式，可以先在数位模型里面跑模拟，看看哪个方案效果最好、最省钱，再决定要不要做。听您这样说，感觉 VBIM 把建筑管理的重点从以前比较强调盖房子的时候那个效率啊、减少错误，转移到房子盖好以后长期的营运阶段了。没错，你抓到重点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战略转变。以前大家谈 VBIM 的价值，可能比较多是在讲设计的时候大家怎么合作，施工的时候不要出错这种比较一次性的好处。对。但这些报告看到的趋势是 VBIM 的核心价值越来越展现在建筑物盖好之后那几十年的生命周期里面。它等于是把建筑物本身从一个不会动的资产变成一个可以不断优化、提供服务的平台，这个长期价值才是关键。从优化一次性专案变成优化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这观念真的不一样了。不过，这就让我好奇啊。既然 VBIM 在管理建筑物上这么厉害，为什么会开始跑到医院和零售商店去用了？这两个地方的需求跟管一栋办公大楼或工厂感觉差很多吧？这个问题很自然，表面上看，医院跟零售店确实跟传统盖大楼很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会发现这里面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还有共同的挑战。市场潜力。报告里的数据预测，光是医疗保健领域的 AI 市场，到2037年一年的营收可能超过6.4兆美元。6.4兆美元，哇，这数字太惊人了。对啊，这表示医疗领域对于新科技的需求非常非常强烈。那零售业呢？零售业也是挑战很大。有份报告说，光是在美国，零售商每年因为东西被偷、损坏或是管理不好造成的损失，那个专业术语叫 shrinkage，金额接近1000亿美元。1000亿美金的损失每年？对，这也是一个超级痛点，大家都很想解决。哇，这两个数字听起来，用科技来提升效率、降低风险的需求，真的是非常迫切。但这跟 VBIM 有什么直接关系？关键就在于如果我们拉高一个层次来看，会发现智慧建筑物、智慧医疗、智慧零售虽然是不同产业，但他们在营运上追求的核心目标其实高度一致。目标一致，您是说，不管是医院的管理者，还是零售店的老板，他们都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嘛？对，也都需要加强环境和人员的安全管理，这是一定的。而且呢，大家都在努力优化使用者，不管是病人还是客人，他们的体验，这些核心需求是共通的。所以 VBIM 在建筑领域发展出来的那些核心能力，像是即时监控、数据整合分析、预测、自动控制这些，刚好可以用来解决医院和零售店遇到的这些共通的挑战。完全正确。VBIM 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平台，可以把原本分散在不同系统的数据，像医院的设备在哪，病人在哪，或是零售店的库存，客人在哪里逛，全部汇集起来做交叉分析和视觉化管理，这就刚好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市场缺口。市场缺口是指哪方面呢？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厂商很厉害，但他们可能专注在某一个部分，比方说有专门做云端服务的，有专门做 AIoT 硬体的，有专门做监视系统软体的。对，很多这种专门的公司。但相对比较少看到，有谁可以把这些不同厂商、不同系统的东西很顺畅的整合在一个统一的视觉化平台上，一个系统整合者。我懂了，所以这就给了那些原本在智慧建筑领域已经很会做整合的专家一个机会。没错，他们可以利用 VBIM 这个平台，跨界去扮演那个关键的超级连接器的角色。对。这就是 VBIM 跨界应用的合理性和机会所在。那我们具体来看看医院好了。现代医院真的超级复杂，不只要医术好，还要管好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多人，那么多设备。对，没错。想象一下，
管理人流，追踪那些很贵又会跑来跑去的医疗设备，确保维生系统不能断电，还要应付各种紧急状况。用传统方法真的很难 ，VBIM 能怎么帮忙？医院的复杂度和它对安全、效率的高要求，让它变成一个非常适合 VBIM 发挥的地方。报告里点出几个主要应用方式。第一个是设施与资产管理。设施与资产管理，对，你可以把 VBIM 看成是新一代的维护管理系统 CMMS， 但功能更强。强在哪里？它可以在医院的 3D 模型里很精确地显示每个科室、病房、手术室在哪里，格局长怎样。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及时追踪那些高价值的设备，像移动式 X 光机啦、呼吸器啦、打点滴的帮谱啦，现在到底在哪个位置？有没有人在用？哦，这对医护人员找东西很有用诶。绝对是。报告里有数据说，医护人员常常花很多时间在找设备，用了 VBIM 这种即时定位和动态监控，预计可以减少差不多 25% 找设备的时间。哇，1/4的时间，在医院里时间就是生命诶。没错，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个预测性维护，用在医院的维生系统或重要仪器上就更关键了。平台也可以帮忙分析各个空间的使用效率，看怎么规划比较好。节省时间，优化空间。那在医院最重视的安全方面呢 ？VBIM 能做什么？智慧安全与病患保护是 VBIM 另一个亮点，它可以整合医院本来的影像管理系统，就是 VMS。监视系统。对，还有 AI 的影像辨识技术，做到所谓的零死角安全管理。零死角听起来很厉害，具体是？系统可以7天24小时自动看着，侦测有没有异常状况或高风险事件。比方说，有没有病人在没人看到的地方跌倒了？有没有不是工作人员的人想跑进药库或开刀房？重要的维生设备像氧气供应、压力或流量是不是怪怪的？一发现有问题，马上就发警报通知人。这比以前靠人力巡逻或是等出事了才去调监视器要主动太多了。还有更进阶的应用哦，它可以把即时的监视画面直接叠加到医院的那个 3D 数位模型上。画面叠在 3D 模型上。对，如果发生什么事，比方说火灾警报响了，或是有病人走失了，管理人员可以在 3D 界面上立刻看到事情发生在哪个精确的位置，还能同时看到那个地方周围的即时影像，甚至可以马上回放事件前后的录影。哇塞，这对紧急应变帮助超大诶，完全视觉化了。是呀，让安全管理变得很直观、很及时。但这里真正让人觉得兴奋的潜力是，还有更厉害的。VBI 不只是管设备、看看安全而已。如果能把 VBI 这个空间资讯平台跟医院核心的临床医疗数据整合起来，那个价值会是倍增的。空间资讯跟临床数据整合，这有点抽象，可以举个例子吗？我们知道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医生看片子了嘛，像脑中风的 CT 影像。对，你可以想象一个未来的画面，一个心肌梗塞的病人送到急诊，医院的 VBI 指挥中心不只可以在 3D 模型上看到这个病人从救护车门口经过急诊送到心导管室的整个路线，同一个 3D 界面上还能叠加上这个病人的即时心电图、血压、血氧这些生理数据，还能看到心导管室的机器准备好了没，状况正不正常，甚至能看到附近有哪些有空的、符合资格的医生护士的位置。等一下，这等于是把病人的生理状况、医院的环境资源，还有医护人力，全部及时整合在同一个画面上了。正是如此。这样一来 ，VBI 就从一个比较偏后勤的角色，变成医院处理急重症、抢救黄金时间的作战指挥中心了。哇！它真正做到了建筑空间资讯跟临床照护流程的深度融合，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这听起来对提升医疗品质和效率潜力真的超级巨大。报告里有没有提到具体的效益预估？有的。除了刚刚说的减少 25% 找设备的时间，
综合来看，研究预估导入 VBI 大概可以降低30% 的设施能耗，减少40% 维护成本，还可能缩短大概15% 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报告的附录里也有提到，像美国很有名的梅药诊所 Mayo Clinic， 他们导入类似的数位轮升平台后，在能源效率和设备管理上确实有很明显的改善。了解，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真的很广。那我们转到另一个也在剧烈变化的领域，零售业。好，面对网购的竞争，消费者习惯一直变，实体店压力超大，要提高效率，又要给客人好体验，还要减少那个惊人的商品损失。VBM 在这里又能做什么？零售业对效率、体验、防损的这些高要求，刚好又给了 VBI 技术另一个很重要的舞台。第一个应用是动态店面与空间分析。动态店面分析，对，基本上就是帮实体店面打造一个很精密的数位孪生模型。这个模型能干嘛？透过整合店里的 AIoT 感测器，像算人头的、感应货架的，还有电脑视觉摄影机，平台可以及时追踪客人在店里的路线，在哪里停比较久，对哪些商品比较有兴趣。然后把这些数据在 3D 的虚拟店面里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视觉化呈现，管理者可以看到什么？他们可以看到像热力图那样，知道哪些地方是客人最爱去的热区，哪些商品最吸引，也可以看到客人的实际动线，找出哪些走道没什么人走，可能是动线死角。这些资讯对于优化商品怎么摆、货架怎么放、行销活动怎么规划，甚至尖峰时段怎么安排店员，都超有价值。这种空间维度的洞察是传统只看销售报表得不到的。听起来可以让实体店的营运更数据化、更精准。那库存管理呢？这意思是零售业的痛点，尤其是连锁店。VBIM 在智慧库存与供应链整合这块也很有用，它可以整合来自智慧货架，就是那种能感应东西数量的货架。对，还有自动盘点机器人、RFID 标签，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POS 收银系统的数据。把这些库存数据都整合起来，效果是零售商可以在 VBIM 平台的那个 3D 模型里，及时准确地知道每一样商品 SKU 在店里、在仓库里还剩多少，放在哪里。如果哪个热卖商品快卖完了，或是哪个东西被客人放错地方了，系统可以自动发通知给店员去处理。更厉害的是，结合销售数据和 AI 预测，平台还可以给出更准的补货建议，甚至帮忙自动订货，减少缺货或库存太多的问题。这对提高库存周转率和降低缺货很有帮助。报告说，预期可以把库存准确率拉高到 98.5% 以上，这很高。对，算是非常高的水准。再来，我们来谈谈那个每年搞掉快1000亿美金的防损问题。对，这个很重要。对于主动式安全与防损 ，VBIM 加上 AI 影像辨识技术就是关键武器了。特别是用在自助结账区、店门口，还有放那些高单价商品的地方。怎么做到主动防损？系统可以透过摄影机画面，及时分析客人的行为。比方说，在自助结账的时候，有没有东西没扫描就放进袋子了？有没有人在偷偷换标签？有没有人拿了没付钱的东西就想直接走出去？一旦 AI 发现这些预先设定好的可疑行为，系统就马上响警报，提醒店员或保全去处理。哇，这就把以前那种比较被动等出事才去看录影带的方式，变成可以当下就阻止损失发生的主动防御了。没错，报告预估这种主动防损机制可以当零售商把损失率降低，提升了35%的防损效率。但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价值，又有更深层的。VBIM 作为实体店的数位孪生，它真正的威力在于打破数据孤岛。它不只可以整合来自实体店所有应用系统的数据，像我们刚刚讲的销售、库存、客人行为、安防这些。不只整合实体店的数据，那还整合什么？
更关键的是，它可以把这些来自线下实体空间的数据，跟你公司线上的数据串起来。线上数据像是客人在你们官网或 App 上看过什么，购物车里放了什么，会员资料里的喜好标签等等。啊，这等于是把客人线上线下的行为数据全部打通了。Bingo， 就是这样。这让零售商终于有能力做到真正的全通路 Omnichannel 融合管理。全通路管理，他们可以在同一个 VBIM 平台上统一管理线上线下的库存，可以根据客人完整的线上线下轮廓做更准的个人化行销，甚至可以根据即时的供需和客人数据做动态定价。这听起来完全改变了零售商跟客人互动的方式，也改变了零售业的运用逻辑耶。确实是，这种深度的线上线下融合，让零售业从以前比较像是被动等客人上门，转变成能够主动去了解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喜好和行为模式，然后为他们量身打造一个无缝一致的购物体验。不管他们是从哪个管道接触你，最终目标当然是提高客人的忠诚度和终身价值，同时也最大化自己的营运效率和利润。报告里也提到一些预期效益，像提升 15% 的来客转换率，降低 8% 的营运成本。好，所以这样听下来，不管是复杂的医院，还是变化快速的零售店 ，VBIM 扮演的核心角色，好像都是一个数据驱动的全方位智慧控制中心。这个描述很贴切，而且支撑这个全方位智控中心的底层技术其实是共同的。报告里归纳了4大关键技术：人工智能 AI 负责分析、找模式、做预测；物联网 IoT 负责从实体世界大量收集各种数据；云端运算提供弹性的计算和储存能力；而数位孪生技术就是那个整合、视觉化、可以互动的虚拟环境。物联网当感官， AI 当大脑，数位孪生当界面，云端是基础。这个总结不错你想想看，以前不同系统的数据都是分开的吗？对呀，建筑的用电量在一个系统，医院的设备在哪又是另一个系统，零售店的库存和销售又在不同地方。VBIM 作为整合平台的核心价值，就是打破这些墙，把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格式的数据全部汇集到一个统一的虚拟模型里，去做关联分析和综合管理。这种统一平台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带来规模经济的好处？比方说，一个大集团用同一个平台同时管理旗下的医院和零售连锁店。理论上是这样没错，用统一的平台架构，在系统开发、养数据科学家团队、维运管理这些方面都可以省成本、共享知识。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挑战也不小了。主要的挑战会是整合很复杂吗？整合的复杂不绝对是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市场上专精某个技术或硬体的厂商很多，但要把不同供应商的东西，软体、硬体、数据格式，很顺地接在一个平台上，那个技术门槛蛮高的。所以要成功打造和推广这种跨领域的 VBIM 平台，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很强的合作伙伴生态系。也就是说，自己一家公司很难全包，要找盟友。非常正确，报告里也强调这一点。比方说，平台商可能要跟电信公司，像中华电信合作，确保云端和5G 网络稳定；要跟工业电脑或 AIoT 硬体厂，像佳士达、星汉合作，拿到可靠的边缘运算设备和感测器；要跟晶片大厂，像 Intel 合作，取得底层的运算和 AI 加速技术。还要跟那些专用做医院资讯系统 HIS 或零售管理软体 ERP、POS 的厂商深度整合，一定要靠打群架，集合大家的专长，才能做出客户真正需要的完整的解决方案。好，经过这一番深入的探讨我们看到 VPBIM 真的已经远远不是以前那个只是建筑师在用的工具了，它正在变成一个功能超强的数位大脑。对。这个数位大脑的核心能力，就是可以深入的去理解一个复杂的实体环境，像医院、零售店，他们是怎么运作的，然后透过数据分析和智慧控制，去优化它的表现。
它正在把数位世界很强的分析、预测和自动化能力，更紧密、更有效地灌注到我们实体世界的运作里面。那么，要从蓝图变成现实，实际推动的步骤大概会是怎么样？相关报告建议了一个分阶段的策略。首先，当然要继续投入研发，把 VBIM 数位屯生平台本身的核心功能做得更强，特别是在整合数据、AI 分析和跨系统合作这方面。接着就是要积极建立策略联盟，打造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涵盖不同专业的合作伙伴生态系。再来，可以挑选一些有代表性、能快速看到效果的高影响力试点专案，比方说找一家大型医院或指标性的零售旗舰店来合作，先做几个成功的案例出来。对，用这些案例来证明技术和商业模式可行，也累积经验，最后再用这些成功的经验一步步扩大市场推广的范围和深度。听起来是个蛮务实、一步一步来的规划。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潜力怎么样？一开始投入会不会很高？根据报告里的投资回报分析虽然导入 VBIM 平台一开始需要一些投资，像是软硬体、整合费用、人员训练这些成本，但预计带来的效益也相当可观。在医疗领域，预计大概1年半到2年半可以回本。而在周转比较快的零售领域，回本时间甚至可能缩短到半年到1年半。半年就可能回本。对，这显示它背后蕴藏的商业价值和潜力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一切对正在收听的您来说，又代表了什么呢？当我们周遭的实体空间，不管是我们上班的办公室、去看病的医院、逛街的商场，甚至我们住的城市，都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多地被这种超整合的视觉化管理平台监控、分析和优化的时候，这最终会怎么改变您作为一个使用者、一个个体每天的体验？也许下一次您去医院回诊，会发现从挂号、检查到拿药的整个过程，好像变顺畅了，等的时间也变短了，因为背后有个数位孪生系统，优化了医护人力、设备资源和病人动线的安排。又或者，下次您走进一家常去的店，会不会觉得店员的推荐、商品的摆设，甚至促销活动，都好像更懂您的心？因为店家可能已经透过 VBIM 平台整合了您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和在店里的实际行为，为您打造了更个人化的服务。 VBIM 以及它所代表的数位孪生这个大趋势，或许正用一种我们不一定直接感觉到，但却越来越深刻的方式，悄悄地重新塑造我们跟周遭实体环境互动的根本模式。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观察和思考的发展方向。